男人8年侵犯了200多名儿童，最终在监狱中被人折磨致死。2019年10月，英国一座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发生了一起惊天谋杀案。一名叫保罗的犯人袭击了他的狱友理查德·哈克。这场疯狂的袭击持续了整整78分钟。监狱的三角洲椅不停地传来哀嚎声和阵阵的起哄声。这个区域是专门用来关押性犯罪者和在监狱中被排挤的罪犯。狱警正穿过一扇扇大铁门赶往这里。当他们到达时，保罗正跨坐在哈克的身上。狱警立即控制住了保罗，并对哈克进行了抢救，但太晚了，哈克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哈克的脖子被刺伤，一支钢笔从他的鼻子顶进了他的大脑，他被一把临时刀具反复捅伤。保罗还拿厨具性侵了他，最后他被电缆勒死在了自己的牢房中。保罗面不改色地告诉狱警，他本来计划煮熟并吃掉哈克的一部分，然后让其他囚犯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但他和哈克玩得太开心了，所以他放弃杀害其他人的计划。他表示这是一种失意的正义，因为他的受害者是英国最臭名昭著的恋童癖之一。本案的凶手保罗是一名职业罪犯，在2004年他12岁时就有了第一次犯罪记录，他因性侵一名4岁的儿童被送进了社会服务部。2年后，他又因袭击一位老人被捕。2009年，他再次因为殴打和意图性侵等罪名被判入狱4年，但因为他之前一系列的犯罪记录，他被建议无限期监禁，直至他不再构成危险。就这样，他一直待在英格兰的萨顿监狱中。本案的受害者名叫哈克，他是保罗的狱友。他们2人有一些病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犯罪，并且都是以年幼的儿童作为目标。但是相比保罗，哈克的罪行要更加严重，他因性侵200多名未成年人被判处22个终身监禁。哈克于1986年出生于阿什福德的一个中产家庭。上学期间，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他的课余时间大多都在教堂中度过。高中毕业后，19岁的哈克作为间隔年学生，于2005年首次前往马来西亚。2006年，哈克去柬埔寨旅行期间，他开始虐待儿童。他性侵了4岁和6岁的一对姐妹，还拍摄了一名3岁女孩的不雅照片。2011年，哈克搬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并就读于城市大学。在那里，他冒充自由摄影师，并被允许进入孤儿院和学校。当哈克和工作人员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度后，他就把最弱小的孩子带出去玩。他还会借口帮助他们上英语和摄影课，趁机性侵这些孩子。哈克还会强迫一些受害者摆出恶心的标语，宣传他肮脏的图像。他将这些标语放在案碗上，以比特币的形式进行交易。他甚至试图通过众筹发布他的病态照片，让自己的变态行为成为一份全职工作。哈克因他英语导师的身份在社区中备受尊重。他将一名女孩带出儿童之家庆祝她的5岁生日，但他却把女孩带回自己的家中猥亵。哈克在他的博客中吹嘘，他在一个女孩5岁到12岁之间对她进行了反复的虐待。关于另一名受害者，他写道：我中了大奖，一个3岁的女孩对我像狗一样忠诚。在恋童癖的论坛上，他吹嘘道，贫困的孩子肯定比西方中产阶级的孩子更容易被诱惑。哈克还有一个病态的计划，他想与自己一名年轻的受害者结婚，并建立自己的寄养家庭，这样他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孩子们的循环，让孩子住在他的家里，然后再离开。他就可以把这种病态的虐待行为变成一种全职角色。他还整理了一本60页的恋童癖手册，名为《童爱指南》，里面介绍了如何选择贫困受害者并避免被发现。2014年12月，哈克飞回英国与家人共度圣诞节时，他在伦敦的盖特威克机场被捕。这次的逮捕并不是受害人报案，而是警方在早些时候接到举报，有一些恋童癖在暗晚的爱情区中运作。调查人员注意到发帖人的手指上有一个独特的雀斑，警员顺藤摸瓜抓到了一名犯罪嫌疑人，并成功地利用他的身份抓捕了该网站其他的恋童癖。哈克就是其中之一，他因虐待儿童数量众多，帖子内容恶劣，在众多的成员中脱颖而出。调查人员得知他将返回英国与家人共度圣诞节，便等候在机场将他抓捕。起初哈克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的父母也力挺哈克，他们不相信儿子会犯下这样的罪行。哈克之前没有犯罪记录，在案件调查期间，
他被允许在不离开父母住所的条件下获准保释。但有一天，哈克在醉酒后向家人承认他在亚洲逗留期间与年幼的孩子发生过性关系，他的父母立刻把他赶了出去，并打电话给警方恳求他们逮捕哈克。2016年4月，在听证会上，检察官公布了29名受害者和2万多张照片视频，其中最小的受害者仅有6个月大。在哈克的笔记本电脑加密区域中，还有数千张照片未被破解，而哈克拒绝提供这些照片的密钥。最终，他笔记本电脑上绝大多数儿童被虐待的证据从未被恢复。但调查人员相信，整个东南亚可能有多达200名的受害者。法官宣读了对哈克的91项指控，宣读该指控就花费了1个多小时。哈克承认了91项指控中的71项罪行，哈克被判处22项无期徒刑，他需要服刑至少25年才有资格获得假释。最终，哈克来到萨顿监狱服刑，并在那里遇见了终结他生命的狱友保罗。2019年10月13日，哈克被发现死在牢房内，享年33岁。杀害他的狱友表示，他准备谋杀并吃掉哈克，为此他已经策划了1周的时间，目的就是为了贬低和羞辱他。他说想让哈克尝尝他对那些孩子的伤害，而保罗也因为这次的谋杀和严重性侵被判处无期徒刑。